国际舆论连日来对美方的挑衅行为进行谴责。当地时间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0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谈及台海局势，他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美众议长佩洛西窜台。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авантюр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айваня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поездка отдельного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литика, а час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ША по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и хаотизации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регионе и мире. Наглая демонстрация неуважения к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и к свои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м. Видим в этом тщательно спланированную провокацию.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表示，中方对普京总统的表态给予高度评价。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以来，有170多个国家发出正义的声音，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你提到的普京总统的最新表态，是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的体现，也是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一贯相互坚定支持的体现。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自佩洛西窜访台湾后，解放军东部战区持续多日进行实战化演练。周三，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发布视频，东部战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奔赴东南某地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进一步检验防空分队火力打击能力。防空警报突然响起，官兵快速奔赴站位，占领发射阵地后，各型装备快速组网。部队刚完成展开，敌机突然来袭，多批次分方向向防空阵地发起进攻。面对多种复杂空情，地面防空部队区分雷达、导弹等作战模块，在长达数公里的防御阵地密切协同。各级指挥员根据射击任务规划，迅速判定敌我属性，制定射击预案，灵活采取近远截击战法，尽数摧毁来袭目标。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周三还发布了火箭军某部闻令而动，在南国深山进行演练的消息。一辆辆导弹战车从隐蔽待机地域鱼贯而出，朝指定发射地域前行。东风浩荡，雷霆万钧，战车轰鸣中，一枚枚大国长剑整齐列阵，直指苍穹。东部战区周二发布 MV《只待一声召唤》。这支约2分40秒的音乐短片，带着观众走进东部战区官兵日常演训的众多精彩瞬间。最扣人心弦的一幕是日前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的实战化联合演训。战区多兵种出动多个岸岛火力单元、多艘驱护舰艇、多型多架战机，战训一致，开展联合战备警巡、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等行动。影片以飞行员俯瞰澎湖列岛收尾，捍卫祖国山河的青春热血充溢荧屏。两岸局势紧绷，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不思悔改，反倒向日本媒体告洋状，混淆视听。日前，蔡英文以视频方式接受日本自民党自由月刊专访时大放厥词，声称台湾具备守护区域和平的责任与义务，台湾的民主自由如果被击倒，区域各国都会受到深远的影响。蔡英文继续妄图拉域外势力介入台海，公然宣称所谓国际社会维护台湾和印太区域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希望尽快建立安全对话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采访中对蔡英文进行提问的是岸田内阁数字化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他近期鼓吹中国是区域安全的最大变量，还呼吁美日深化同盟关系，以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潜在军事威胁。如果台独势力呢死心不死，继续与日本右翼的这种顽固分子呢继续打擦边球，在台湾问题上呢借机生事，我想呢不仅是会危及到台海的和平安全，而且对于整个亚太区的安全呢也会产生这种不利的影响。台当局以美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所在，岛内民众对蔡当局的不满也体现在最新民调当中。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较上月下挫7个百分点，其中20岁至24岁年轻人的支持度更狂跌19.8个百分点。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指出，蔡英文声望下挫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蔡英文领导的安全团队整体表现受到质疑。很多岛内媒体在报道中都提到，8月4号解放军火箭军进行了导弹实弹射击，台军随后不久就宣布证实解放军当天下午在向台湾东北部及西南部周边海域发射多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然而台防务部门始终未拉响警报，将解放军导弹飞越台岛上空一事完全忽略掉，导
岛内民众对此气愤不已。民进党创党元老、前明代林卓水周二表示，面对此次大陆军演，蔡英文及其安全团队反应太慢，让民众评估不称职。林卓水形容蔡英文声望是突降至1年来的最低，不排除还会更低。另外一方面呢，台湾的这个民众呢，明显的感觉到呢，台当局呢大撒纳税人的金钱，邀请这些外国的政客呀，或者是议员呢去访问台湾。不仅呢不会给台湾的民众呢带来实际的这种利好，而且呢还会导致呢台海形势呢变得紧张。它反映了台湾的民众呢，尤其是20到24岁的年轻人呢，正在直抒胸臆，对蔡英文当局就是表达不满。对于蔡英文以美谋独做派，岛内民意反弹强烈，蔡省长在年轻群体中的支持度更是狂跌2成。您对此如何看？蔡英文的支持率下跌呢，有3方面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呢是勾连外国势力，导致台海紧张，让台湾民众呢没有安全感。为了延展台独国际线，台当局呢邀请佩洛西窜访台湾，导致中国大陆的强力反制，包括呢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训，导弹呢穿越了台湾上空，解放军战机军舰呢大批量的越过所谓的台海中线，这是前所未有的。佩洛西窜台以后，台当局呢又接待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窜台者，使得解放军实战演训呢常态化。而信誓旦旦呢要解放台湾的美国呀，这是在远海打醉仗，这个美军呢航母却在后撤，而台湾的军队呢似乎连导弹是否在台上空都不确定，甚至表现出厌战情绪。这些呢都让台湾民众感到呀，蔡英文不能够带来安全感，恰恰相反，带来的呢是风险和不安。就像民进党的老人所说呀，这个蔡英文现在更像一个胆小鬼，一个麻烦制造者，他的民意支持率呢是必然下滑。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在蔡英文这个鞍前马后的接待外国窜台者的时候，对台湾人遭到的这个东南亚人蛇集团诈骗的案件呢却不管不问。这个出去挣钱糊口的台湾人呢，经历着被性侵、当血奴、被迫从事诈骗，甚至倒卖器官等悲惨的遭遇，而蔡当局呢却在花钱作秀，整天迎来送往所谓的外宾，与民生不顾。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蔡英文袒护这个林志坚论文抄袭事件，让民众呀觉得他没有基本的一个是非观。前新竹市长这个林志坚呢，在上大学时抄袭论文的丑闻被揭露以后，大学呢都取消了其学位，但是蔡英文呢仍然领导这个民进党呀进行遮掩、反复狡辩，不认为呢林志坚做错了什么，这呢颠覆了这个社会对蔡英文的认知。而蔡英文本身呢也有学历造假的争议，那么这些事加起来呢，使得蔡英文的支持率下滑，其中这个年轻人支持度流失呢是最为显著。